这个男人是炒股大佬，回到家乡不被村民待见，甚至还收到恐吓电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男人名叫汤姆。这天他从大城市回到小镇上，他在餐厅里约见客人，不曾想刚到餐厅就被一个较大壮的男人堵住，嘴上骂骂咧咧。原来汤姆炒股带领大家买股票，不曾想股票大跌，村民的钱都打了水漂，大壮赔的最多。他找汤姆看有没有解决执法，汤姆表示自己也赔很多，见自己的钱要不回来。大壮对汤姆说了很多威胁的话，骂骂咧咧的离开。他走后，女主安妮走了过来。安妮是汤姆的同学，也是他的邻居，见汤姆刚回来就遇到麻烦，就好心邀请去他家吃饭。汤姆这次回来其实是想在老家新开股票公司，看有没有翻本的可能，还请了一个太太做助理。但股票公司还没开业，警察卢比就先找上门了。他警示汤姆，开公司可以，但别行骗了，因为他让大家损失钱财，导致小镇犯罪率上升。身为警察，他有义务保护大家的财产安全。就在这时，汤姆接到一个恐吓来电。Excuse me？ 汤姆一脸震惊，但他想到让那么多人赔钱，也许是其中一个人的恶作剧。之后他就来到安妮家中，安妮父亲见到汤姆感慨万千。几人酒足饭饱后，安妮主动提出送汤姆。接着夜色，安妮竟然向汤姆表白。就在两人准备有下一步动作时，汤姆又接到恐吓电话。之后他将这件事情告诉安妮，安妮紧张万分，让他赶紧去报警。汤姆虽然不在意，但还是听了安妮的话，第二天就到警局报警。卢比见到汤姆很意外，前一天他才警告对方，没想到汤姆竟然主动上门了。汤姆将诡异电话的事情说了出来，但卢比也觉得这是某个人的恶作剧，三言两语就将汤姆打发走了。但恐吓电话依旧没停止，弄得汤姆心烦意乱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小镇出了枪杀案，受害者居然是安妮的父亲。要知道小镇已经近10年没出现过命案了，结果汤姆一回来就出命案，死者还是他的邻居，这让卢比联想到邻镇里曾发生错杀的情况，买凶者因为给错地址，导致一个无辜人受害。卢比大胆猜测，会不会凶手想杀的人是汤姆，结果杀错人了，于是他准备从汤姆的受害人下手。第二天，汤姆就拿一份从他这里赔过钱的名单，卢比好心提醒他，既然凶手没有得逞还会动手，他让汤姆要小心点。等汤姆回到家，发现安妮正准备搬家。虽然汤姆十分不舍，但安妮父亲刚死，他能理解他所受的打击。这时有个男人正帮安妮搬行李，安妮解释他是亚当来帮他搬家的。之后安妮进到屋子，从两人的对话，我们才知道亚当是杀他父亲的凶手，而安妮居然是同谋。原来他看上父亲50万保险金，亚当因为欠别人一屁股债，正等着这笔款去还债，但保险金手续多，他让亚当再等等。更让观众没想到是，安妮是亚当的女友，看样子他找到汤姆纯是想利用他，至少现在成功转移警方的视线了。警方通过汤姆的资料找到了大壮，他赔的钱最多，还在餐厅威胁过汤姆，所以嫌疑最大。不过当卢比说出汤姆接到恐吓的那句话时，大壮一脸懵逼，没有异常反应。卢比就解除对他的怀疑，放了他。但亚当这边并不好过，他被2个混混追债，他一再请求宽限几日，等保险金一到就能还款了，但他一拖再拖，混混已经不信他的话了，直接拧断他2根脚趾作为警告。亚当没办法，只能将压力转嫁给安妮，让他要么给钱，要么鱼死网破。安妮只好安抚亚当，保险理赔需要程序，再等几天就好了。亚当也没别的办法，只好等。但没想到亚当却被卢比盯上了，原来他是汤姆名单上的第2人。卢比来到他工作的餐厅，虽然没见到亚当本人，却从餐厅老板口中得知一个重要线索，原来他女友安妮与父亲是个赌徒，输了很多钱，为此还找他借了不少钱，安妮也不停地加班还钱。这条线索给了卢比一个新的破案思路。之后画面转到安妮这边，本以为安妮拿到父亲的保险金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，没想到她却接到那条诡异的恐吓电话。原来这条电话是他安排亚当打给汤姆的，是想逼他离开小镇，不曾想自己也深陷其中了。安妮第一反应是亚当干的，既然他不仁就别怪他不义了，于是他以还钱为名约亚当到家里，然后在酒里下毒，亚当一命呜呼。第二天，安妮依旧像个没事人，照常上班。然而那通诡异的电话又来了，难道亚当没死吗？安妮惊慌失措地跑到亚当回家，果然看到亚当不见了。这时那2名混混追了上来，原来他们看到亚当死了，他留下的债务就转到安妮身上。安妮内心一喜，看样子尸体被他们处理掉了，现在是死无对证，只要他支付亚当欠下的钱，就能破财免灾。之后他就向混混承诺，给他几天时间，会帮亚当还这笔债务。另一边，卢比约汤姆到家中谈事，询问他有没有发现安妮的异常。原来卢比调查到安妮跟亚当都是赌徒，欠下巨大的债务，所以他怀疑他父亲的死是安妮阴谋，目的是父亲身上的50万保险金。
没想到卢比推理能力真是强。 You're being used. 只是故事到这里又发生了大反转。只见汤姆拿出一把枪将卢比干倒，随后他来到安妮家中。此时安妮正在沙发上坐立难安。虽然他解决了亚当，但那通诡异的电话让他恐慌。这时汤姆主动说出了一切。原来当初安妮与亚当交谈时，他在屋外听到了一切，也得知恐吓电话是亚当打的。于是他将计就计，将亚当的声音录下来，并让秘书打给他，让安妮与亚当产生分歧，借用安妮之手将亚当除掉。这样汤姆还能从安妮手中得到亚当的那份钱。为了让安妮顺利拿到保险金，汤姆还替他处理了所有绊脚石，其中就包括处理亚当的尸体以及枪毙警长卢比。汤姆提出与安妮平分保险金，但是汤姆低估了安妮的狠力。安妮突然举起手中的枪，一枪让汤姆毙命。趁着夜色，他处理了亚当及汤姆的尸体。本以为安妮是这场博弈的最大赢家，没想到那通诡异的电话再次响起。原来汤姆留了后手，告诉秘书如果他失联就报警。但秘书得知有那50万保险金时，也被金钱冲昏了头脑。他没有报警，而是继续给安妮打恐吓电话。秘书更狠，开口就找安妮索要30万。安妮肯定不会同意了，于是再起杀心。不过他准备来个劫盗杀人，先是找到那2名混混，告诉他们被秘书威胁了，如果被告发他们将一无所有。混混当然也不能同意秘书这么做了，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准备联手对付秘书。随后他们就来到秘书家。别看秘书是个老太太，也是个有勇有谋的人。他知道安妮的为人，就提前在家里设好了埋伏。2名混混中了圈套，纷纷狗带。不过这也是安妮的阴谋。两方不论谁生谁死，他都是大赢家，因为分他钱的人正在减少。现在只要除掉秘书，他就万事大吉了。就此，秘书准备报警，但这也是在安妮的意料之中。他提前在秘书去警局的路上做好埋伏，两人展开激烈的速度与激情，最终秘书落入下风，当场丧命。处理掉所有障碍，安妮终于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她的保险金支票还没到邮箱，也就是说，她费尽心机得来的50万，一分钱没花，她就被警察带走了。以上就是醒来即死亡的故事内容，揭露人性的丑陋与贪欲，也告诉我们，不属于我们的钱，怎么抢都抢不来。